一个，我先画一个这个墨稿啊，就说我们画之前是不是先讲什么？还有我们的构图，稍看一下，你看，给大家大概构了一个小稿啊，就说我们根据什么呀？根据这个小稿，我们把它放大。有的同学就是说怕什么呀？怕这个位置放不准。大家看一下，每次讲课之前，我很少说就是说拿过来就去讲，都是什么？先起个小草稿。根据小草稿，我们再什么画我们的四尺整张的作品。这是什么？偏什么？我是偏一点传统的这种构图。来，画这个，我们画作品之前，先分清它的近、中、远，是不是？先把它的3个景致我们画出来，分出来啊。比如说今天来说，大家看一下，我们今天的小稿，它是什么？大家看一下它的构图有什么？大家看啊，由左下角开始向上，向右上，是不是？右上再左，再右上。大家看一下这种构图，它是常用的束缚的构图一种。同学们，你看啊，它的构图，大家看，这是个什么形状？它和我们之字是相反的，同学们。有的同学答对了，是不是 ？S 型构图，它和我们之字形构图是相反的。之字形构图是什么？由右下角开始啊，向左，再向右，再向左。我们 S 型构图呢是左下角开始，向右，向左，再向右。它和之字形是两个正好相反的。对，大 S 型的。这是我们束缚中常见的构图方式，它产生的变化很丰富，是不是？来，我们也是啊，由近处左下角开始啊，左下角30，我们开始起笔。好，大家看，我们先画什么？先把它的山石外形我们先画出来。我先要知道，这一组山石我是由什么形状组成的？好，看，我先把什么？先把它山石外形我画出来。这是近景的，是不是？近景的山石，来，再向后。这是一组，我先把这一组山石我勾出来以后，大家看一下，我们现在画的山石，它只是什么？它只是一个平面的，它没有什么？它没有明暗结构，是不是？它没有明暗结构，没有前后的层次。来，大家注意看，我们现在啊，要把它变成什么？有立体感，是不是？有立体感，有层次，有明暗结构。我怎么把它变化出来？来，大家看，我现在用着啊，用线，我去把它加深一下结构。大家看一下，我用什么？以这种线条把它加深出来。我加了点线条，是不是，同学们？我加了点线条以后，大家看我们的山石是不是
就有了立体感，有了明暗结构。朋友们看一下，是不是我们加了村以后，不是加了村啊，就是加了村以后，大家看，是不是同学们？它是不是就比我们开始画的时候有了什么？有了明暗结构，对不对？大家看一下，是不是有了变化？和我们开始画的时候，画的只是什么？哎，只是一个平面，只有什么？只有线。大家看我们的，和前面啊这种山石结构一样，我们先什么？先把它的外形勾出来。大家注意看，我们要加的山石，我们靠什么呀？一个是靠我们的线把它的外形表现出来，再一个就是我们刚才讲的皴法。皴法呢是把它的明暗前后层次处理出来。看我们这种以线为主的皴法，这是以线为主的皴法。同学们，哎，我们有知道的吗？同学们，我们有知道我们今天的这皴法是以什么为主的皴法？你看，大家看一下。对，短匹马、小匹马都可以，对不对？哎，这是以匹马为主的，哎，我们的一种皴法。大家看，我们这种皴法，哎，是表现我们南方的，还是表现北方的山石呢？哎，如果说同学们觉得我们这个匹马皴是表现江南的，是不是？我们就打个1啊。表现北方的呢，我们就打个2。我看同学们，哎，能不能知道我们这个皴法它表现的山石是不一样的啊？对，你看很多同学一说就知道，哎，这种匹马皴是表现我们江南的土山丘陵，哎，以土质山为主的这种山石结构，对不对？是的啊，我们注意什么？皴这个匹马皴的时候，大家注意看，皴这个匹马皴的时候要注意它的方向是一致，方向一致，然后是什么呀？轻微的有交叉。大家注意看，它不是说我们皴的时候啊，就这几条线条就是各走各的啊，是什么？它是有互相交集的啊，就是说有交叉在一起，是不是？哎，交叉在一起，你看，还有注意什么？有长有短，它的皴笔，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一部分，它的皴笔有长有短，有粗有细，有长有短，然后呢，它的方向是一致的，是不是？都是什么？哎，顺着我们的两边的轮廓线去皴擦，
哎，扦插。好，你看啊，大家注意看，哎，我们了解了啊，哎，各种的山石的皴法，我们今天用的这种皴法，大家注意我们的山石组合，你看，我们不同的山是不是有很多小石块？哎，把它组合在一起，组合在一起，哎，一个山石，比如说我们画一个山石，你是不是很孤单？哎，我们就把它聚在一起，啊，一块、两块、三块、四块、五块、6块，是不是？哎，我把它喊在一起，我们聚成一个小的小山坡，是不是？哎，这种组合，大家看，它也有一定的规律。你看，我们在什么？在岸边，对不对？水边啊，我们中间啊空白的地方，大家看，这是什么？这是水面。在水面中常会用到的山石的组合是什么？你看啊，大家看前后都是什么？小碎石，中间是大的山石。在我们的同学们，在我们的小黄车啊，下边的小黄车里边有我们的1号课、2号课，我们可以点开啊，点开以后，就是说你点开上面就显示，你就输入你的手机号码，就可以这个购买啊。1号课、2号都是可以的。1号课是什么？1号课有我们的100节的，就是180节课，有100幅的完整作品，还有几十节的基础课。然后我们2号课呢是包括了1号课的内容，哎，增加了300幅，达到了300幅完整的作品，还有几十节老师的基础课，是这样的。还有什么？2号课还有老师的1对1的点评，是这样的啊。这就是1号课和2号的不同的地方。在我们的小黄车里边啊，现在显示的小黄车的1号连接、2号连接。好啊，哎，这种组合，同学们，大家注意看，哎，我们这种组合是什么呀？小的围绕着大的这种山石结构，我们叫小兼大。大家注意看，在我们常会涉及到什么？涉及到我们的河边啊，哎。哎，我们在这个近处的小山坡上，对，小兼大，同学们，对不对？哎，小兼大一定要记住，哎，它的山石组合。哎，我们画完以后啊，这种山石组合形成以后，不能什么单一的都是什么？哎，都是那种石头啊，大石头、小石头，还有什么？哎，还有不同的山石结构。你看，就好像我们说，哎，或者我们听音乐一样，是不是？哎，都是那种舒缓的音乐，哎，中间要什么加一些不同的音符去作为调节啊。你看，这就是我们看啊，哎，这就是在什么呢？哎，舒缓的音符里边添加的
个别的高音呐、低音呐，这种变化是这样的啊。你看，来，对，在我们的1号课没有啊，同学们，1号课就是老师的100幅的完整作品，还有我们的几十题的基础课。2号课老师的点评，老师的点评就是1对1的啊，1对1的点评。比如说同学们，我想就是说把我的学的就是不扎实的地方，或者画完以后哈，觉得我的作品不知道哪有什么欠缺的地方，有不足的地方，我想让老师去指点一下，让我改的就是说进步的快一点。我们就可以这个拍我们的2号课，2号课有老师的点评，就是1对1的点评，就是说你画了一幅作品，就是我们的啊，我们这个2号课里边300幅作品，同学们可以想象一下，300幅作品，包括1号课里边小的作品，斗方的、圆光、3尺的、4尺的，还有2号课会有什么涉及到横幅的作品。你想想，同学们，300幅作品，你画了以后，每画一幅作品都可以发给老师，老师作为一个就是什么，针对性你的点评，就是你这幅作品有画的，比如说满意的地方、不足的地方、需要改进的地方，在我们的这个点评里边就针对性很强。比如说你树画的好不好，树形对不对，用笔对不对，是不是？还有山石的结构，有的同学就说啊，山石结构掌握不住，墨掌握住了，珊瑚结构掌握不住。你需要在什么地方多加练习？在我们的2号课里边就讲的很详细，也是点评的也是很详细的。我们的很多2号课里边同学，就是说每一次发给老师以后，讲完作品以后，你再让他再发第二次作品过来以后，你就感觉他进步的很快。就因为什么？每次我给他点评的时候，把他这幅画里边，你需要改进的地方，需要完善的地方，我讲的很详细。然后每一笔啊，比如说我们这个构图，你这个部分应该完善一下。比如树一部分该完善的地方，山石完善的地方，云的地方，你的云处理的对不对？它的层次怎么去处理？我们在这个课里边给大家都做了什么？做了一个修改，然后同学们就按我们修改过的这个墨稿再去画，然后就是一看，就和我们第一次画的时候，就是进步很快。2号课里边就是很多同学进步的都非常快，就是需要就是说同学们觉得啊，我需要老师监督，是不是？监督我指点一点，是不是？你就可以到我们的拍我们的2号课，这样一个是课程里边内容多，对不对？然后老师点评的也详细，自己掌握的知识也多，掌握的技法也多，提高的也快。根据我们同学们自己的啊，根据自己的这个需要，我们可以去选择1号课、2号课都是可以的。在我们的直播间，我们去拍啊，因为在我们直播间来说都是这个，就是这个给大家开的这个福利课啊。你到课下了播以后，我们再去拍的话，就恢复到原件了。再说我们的2号课也是有什么呀？后面也是有这个名额限制，因为什么？因为你每一次你发作品来说，老师看了以后，每一幅作品都要认真看，看完以后再就是说给你点评的话，如果同学们多的话，可能要照顾不到，是不是？说精力也是有限的，老师对不对？所以说同学们要是说想学习、想拍我们的2号课了，还是尽量早一点占我们的名额，对不对？1号课里边内容也很多啊，也很多。有的同学觉得我可以啊，我自己自律性很强，我们就可以先拍先拍1号课啊。1号课以后，我们可以升级成2号课，都是可以的。可以，我们先可以，同学们要是拍了1号课，我们想升2节课的话，你可以再拍2号课。拍完2号课以后，我们联系我们的客服就行啊，就找一个差价就可以。
哎，同学们，哎，这部分大家看，这是什么？哎，这是一个小的平台，小的平台，可以的，同学，你拍了1号课，想拍2课，你可以在什么？可以拍了，你先拍下2课，然后我们再联系我们的这个客服，哎，先联系客服，对，对，联系客服，就是我们同学说的啊，你可以联系客服，联系客服以后，我们再这个找一下差价就可以了。对对对，就是把我们的1号课退了就可以。对，拍2可以退1啊。好，下面你看啊，来，我们啊画完以后啊，前面这种我们30的组合，对不对？是什么？哎，是这个小兼大的组合。你看，我们到后面的时候，哎，山就是靠近河岸的地方，水边的地方，哎，常用什么？常用这种组合。你看，哎，常用这种组合，小山石围绕着大的山石。大家看，我们像什么？哎，像不像我们同学们？哎，我们可以想象一下，哎，我们这种组合像不像？哎，一群孩子围着什么？哎，围着父母，你看是不是？哎，小的一最小的碎石，哎，中间是大的，是不是？哎，是大的这个石块儿，你看这2个大的，是不是？哎，这是大人带着一群小孩子，哎，这是这种组合。哎，中间你看啊，这种山石和什么结合在一起的？同学们，你看啊，你看啊，同学们，对，上午是我们老师的啊，是我们那个老师的牡丹课，是上午8点开始的，然后下午的是这个我们的山水课啊，下午3点半是我们的山水课。再看，哎，这种结构，你们看，哎，这种结构，它和前面啊，它和前面这种平台，同学们看一下，是不是一样的结构？同学们看，这个后面的平台和前面的小平台，它的结构是不是一样的？同学们，一样的，我们可以扣个一样啊，哎，可以扣个一样。来看一下，哎，大家注意看我们这个啊，对不对？是不是一样的？哎，它有什么变化？同学们，虽然是一样的，它的结构是一样的，它的结构是一样，也是什么？上面是平台，下边是什么？是一个山石的立面，是不是？是个立面结构。大家找一下，就好像什么呢？哎，我们经常会有一个游戏叫什么？找不同。你看啊，哎，我们看一下这2块平台
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？虽然是一样的结构，一样的皴法，对，你看是不是？哎，平台变什么？变高了。前面是什么？哎，小的平台，对，高度不一样，是不是？哎，这就是叫什么？这是一种高台。哎，这是叫高台，这种呢叫平台，两种，哎，不同的画法。对，你看这种高台，好，我们把它和什么结合在一起啊？哎，我们的常用的这种平台、高台都会什么？和我们的小山峰，你看，它会和小山峰，它能经常结合在一起。我们会安排什么？同学们，你看啊，这个地方是什么？前面啊，前面这个平台，哎，是靠近水岸的地方。这个地方和我们上面平台，它会安排不同的景物。比如说，我们高台的地方是什么？哎，好加一些什么隐士，哎，隐士临水观什么？观瀑，或者是哎观瀑啊，或者是这个还有什么观云？比如下边会出现什么？有云海的地方，还有什么远处有瀑布的地方，会在平台的地方安排一些点景的人物，就是以隐士为主。对，你看有的同学也是啊，会安排什么亭子，是不是？哎，前面这种大的这种平面的小，就是说不要这种平台的话，你看我会安排什么呀？会安排一些小村庄，对不对？好，好，我看到它，这也是小的小山峰，你看，哎，我们左边也是个小山峰，能钓鱼不可以呀？对不对？可以，我们可以在平台上，是不是？哎，安排一个小亭子，亭子外面呢可以画一个什么这个钓鱼的渔翁，是不是都是可以的啊？其实我们呃学山水画来说，是不是第一个什么？哎，我们要发现美，就是我发现什么作品是美的，为什么能打动我？哎，这发现美。再一个就是什么？要创作美，创作我们想要的这种生活环境。为什么就是说我们要说这个很多喜欢就是说山水画的这个人们来说，他心胸比较宽广，就说我想需要什么样的生活，我就构建什么样的构图方法。很多同学就是说我们掌握了技法以后，可以自己构图。很多同学都是啊，老师讲的技法讲的很详细，我们技法讲的很详细，怎么去皴，哎，树怎么去画，山石结构怎么去处理，掌握了以后，需要什么点景的地方，比如说，哎，我今天画这个构图以什么为主的，我什么哪个地方该安排什么，适合安排什么。比如刚才同学就是说，哎，我这平台是不是可以安个亭子？哎，因为在我们前面的课程里面讲过，它的点景景物，比如说在什么地方适合，
安放，是不是？我们同学们都了解了，所以可以自己去安排我需要的点景的东西。比如说，我们在这个点画个亭子，可不可以？是不是可以？画个人物，我们在这个平台上，这个钓鱼可不可以？可以，是不是？都是可以的。为什么要画这些人物？其实就是我们画家把自己放在了什么？放在了我们的作品里边，是不是？哎，放到我们的作品里边。就是画中的点景的人物，其实就是我们，哎，画家自己，是不是？哎，你看啊，我们画了啊，近景、中景的山石，这不是翘起来啊，这是一个结构，同学们看，哎，这是一个平台的结构，它不是翘起来的啊，大家注意看，上面还有一个结构线，它是个平面的啊，不是向上翘的，哎，上面是个平面的结构。如果我们画什么呀？画悬崖呀，还可以。你比如说画了个悬崖，在后边远山上加个平台的，加个悬崖的平台的话，就稍微让它稍微翘一点，下边是长一点的结构，比我们现在这个高台还要结构还要长，是这样的。来，远山，近景、中景，下面就是远景。好，先画左边的山峰，这是左边的啊，左边的山峰。然后它因为什么？我们这就在这个中间啊，我画一个小瀑布。画瀑布也是注意什么呀？哎，我们画瀑布先画前面这个结构，比如说我们这中间是瀑布，是不是？左边山峰是我们靠前的这个位置，先要把我们瀑布前面的位置，我们先把它画出来。你看，我前面的，再画后面的，注意看，我们画后面的山峰。画后面的山峰，同学们要注意什么呀？注意它山峰的走向啊。看，一个是什么？先定我们山峰的中心位置，比如说，大家看一下，我们这个山峰，你看，这就是我们的山峰的中心位置，同学们，山心的位置，中心位置以后，我们在中心的位置向后延伸。大家看，我们山石这个山脉的走向像什么啊？刚才我们开始讲构图的时候，讲到了什么之字形、S 形，是不是？大家看一下我们的山脉的走向。山脉的走向，同学看，我们山脉的走向是什么样的啊？你看，也是向来、向右，再向左，再向右。它的走向，同学们看是不是也是？哎，是不是也是一个什么形状的这种山脉走势？和我们今天的构图啊，今天构图的这个方式是一样的，山脉的走向。对，
S 型，是为什么我们画这个山脉也是 S 型的？同学们，我们可以想一下，哎，为什么我们的山脉也是这种 S 型的？比如说，我们可以想一下，比如说啊，一个人说她漂亮，不是说她，哎呀，这个人长得特别这个身材好，好在什么地方？不是说一看特别高，也不是说她哎呀长得特别漂亮，她的身材好，是因为她什么呀？我们讲究什么？曲线美，是不是？对，哎，讲究的是它的曲线美。所以说我们在构图的时候常会用到 S 型啊、之字形构图啊，它因为产生的它的大致的线都是以曲线为主，哎，都是以曲线为主。比如说我们画这个，哎，山的时候，你就直直的画上去，一看特别什么，哎，特别单调，它没有什么，没有变化。你看这种结构，我们说的啊，这种 S 型的结构，S 结构，它在画的时候，不管我们画什么，画千重山、万重山，都是用这种结构你去处理，就能把它画出来。后面的远山，你都用这种方法你去处理的话，都是可以的啊。用墨，刚才同学是不是又问了？是不是？有不知道的吗？同学们有不知道怎么用墨的吗？应该同学们都知道，我们讲过，经常在我们的这个直播间讲过我们的用墨的方法、调墨的方法。我看是不是有新同学不知道我们的用墨的方法？有不知道的同学们可以扣个1啊。我看有多少同学新同学不知道我们怎么去调墨的。好，我看有没有别的同学？我们老同学都知道，老师讲过，每次在这个讲课的时候，经常会讲这个我们一笔墨的运用。好，好，这么多新同学嘛，来，那我给大家讲一下啊，讲一下我们的一笔墨的运用。来，什么叫一笔墨？同学们看啊，开始画之前，不管是我们画什么，画山石结构，还是画它的树的时候，还是画这个远山的时候，我们调墨呢，看啊，把笔洗干净以后，大家一定要什么？大家注意看，老师也是在手边一直放着一个什么呀？这种试笔纸，同学们，哎，试笔纸。把笔洗干净以后，大家看啊，洗干净以后，我们在什么呀？这是我们的墨盘，大家看，在笔尖我去调墨啊，哎，在笔尖我调一点墨，调完墨以后，现在调的墨应该是同学看是不是？大家看，我在这个纸上，它的墨的变化，你看啊，来。大家看，它的墨变化啊，是有什么？有深
是不是？哎，上面这是我们笔尖的墨色，有深，到后面淡墨，再淡一点的墨，然后到清水。这是我们画的时候啊，不管是画山石，还是我们画树点叶子，比如说啊，你看我们都是在什么用着一笔下来，你看啊，一笔下来，它的墨色变化来看一下，它的墨色变化由深到浅，到最后接近于什么清水的颜色，清水的颜色。然后呢，也是还有什么？我们常讲墨分五彩，浓淡干湿焦，是不是？哎，它没有，虽然没用到焦墨的啊，但是呢，它有深到浅，有湿到干，是这样的变化。最明显的，同学们，我给你做一下示范啊。我们最明显的，来，比如说啊，我把笔洗干净，大家看一下，把笔洗干净以后，来，大家看一下啊，比如说这是一棵树啊，我们简单一点，这是一棵树啊。画完树干以后，大家看，我调好墨，大家看笔尖我调好墨，来，大家看，是不是中间啊？中间我这一笔没有加什么，没有加清水，也没有再蘸墨，一笔下来，大家看，由浓到淡，是不是很自然的产生浓淡墨的变化？这就是我们讲的啊，哎，这讲的一笔墨，这样大家能不能理解，同学们？理解同学可以扣个666啊，可以扣个6。这样的，大家我们讲的啊，一笔墨的运用，大家能不能理解？理解的同学们，哎，我们可以给老师扣个6啊。因为这个一笔墨在我们这个画中，是不是因为我们要用什么呀？哎，要产生墨的丰富变化，是不是？哎，产生墨的丰富变化。他的作品，比如说我们国画来说啊，和我们画西画有什么不同地方啊？西画是靠什么？靠它的块面结构，是不是？焦点透视、色彩变化去体现它的物体本身。我们中国画呢，靠什么呀？靠它的线和它的墨去把我们这个画面丰富的这个变化体现出来。所以说，我们掌握这个画山水画啊，或者画中国画来说，笔墨在我们的这个技法里边是很重要的，很重要。它靠什么呀？靠我们的笔墨这种体现，产生不同的空间关系，产生不同的墨色变化。我们中国画讲究什么？气韵生动，是不是？气韵生动在什么地方啊？就在我们的墨的层次变化上，由浓到淡，由湿到干，是不是？哎，产生丰富的墨的层次变化，这样才体现出我们中国画的什么呀？魅力所在。这就是我们中国画的魅力，是不是？你从开始的时候，我们有什么？有色彩的时候，只是说单一的啊，勾个线，然后里边填各种的时青时绿呀，特别浓郁的色彩。到后面，到什么？到我们唐代的王维，诗人王维以后，他创立什么？水墨画。水墨画就是比较什么接近于禅意的那种画法，就说靠什么？靠我们的墨的浓淡干湿，表现我们的山势。表现我们的山呐、树啊，各种点景的东西，
不着颜色，把我们的中国画推到了一个什么水墨的高峰，形成了一个独立的一种，在我们世界上美术史上形成了一个独立的一个画种。它不同于我们西方的绘画，西方的画就是写实，是不是很少有写意的，是以写实为主，表现不同的，比如说画人物啊，画风景啊，都是说比较写实。我们中国画来说，为什么写意为主？表达我们内心的感情，抒发我们的感情，就是我们用中国画，用我们的笔墨把它表现出来。想表现，我表现这个细腻一点的，就是以线为主，对不对？想表现这个情绪浓郁一点的呢，我们就以泼墨为主。后来还有什么？我们张大千这个大师，是不是创立了什么？还有泼彩，他也是结合了什么西方的它的色彩关系，又有泼彩，就是说为了把我们的内心表达出来，就抒发我们的内心的感情，是不是？所以说中国画什么以写意为主，西方画呢以什么写实为主，这就是我们中国画和这个西方绘画不同的地方。我们中国画是在我们这个白纸上，大家看，这就是一张白纸，我们怎么把它产生空间关系？古人就说什么？就是说这个虚实相生，空间自有。常讲是不是？古人就总结了啊，虚实相生，空间自有。就说我们虽然没有什么像西方那种焦点透视啊，什么色彩的明暗关系啊，是不是？我们靠什么？靠我们墨的虚实变化，产生我们很大的空间。大家看，我们虽然这是一个4尺的小的画幅，大的画吧，4尺的画幅来说，我们能把空间能拉开几十公里，靠的什么呀？可以靠，你看，再向后，我们还有什么？我们今天画的什么？以平原构图为主。我们还有什么？深远构图、高远构图。深远构图来说，比如我们大家熟悉的啊，很熟悉的一段画，江山如此多娇，同学们能不能想起这个作品来？它的就是说透视，它的这种空间关系，就是说，你这样看吧，几千里都能感觉出来，是不是？几千里都能把它表现出来，靠的什么？就靠我们的墨色这种浓淡的变化，把它空间推出来。看，下面啊，这是我们这个国画，是不是？为什么一直强调我们笔墨的关系？是不是？这需要我们多练习，多掌握一些笔墨的基础技法。对，关山月和这个福宝石2位大师合作的，就是江山如此多娇。你看那种画来说啊，虽然只是一幅画，但是它能表现什么？它也是个平面的，同学们看是不是？它是平面的，但是给人感觉的空间关系，是不是几千里都能感觉出来？是不是特别远感觉它的？为什么？它是以写意为主的。对，你看，这就是我们中国画就是区别于这个西方绘画的很重要的一点。来，大家掌握了啊？我们知道了墨的变化，是不是一笔墨的变化？来，同学们，我们开始啊，在近景的部分，大家看，这是我们要画树的地方。来，树呢，我们石头有什么？有它的皴法，有它的组合，是不是？各种皴法呀，披麻皴、斧劈皴、折带皴，各种不同的皴法。看，还有什么组合？大尖小，小尖大，不同的组合。我们树也有，树什么呀，同学们？树讲究树分4支。树分4支。来，树分4支是指它的什么啊？它的不是它的数量啊，同学们，
不是注它的数量词，是指它的出枝的4个方向。这样大家一定要先了解清楚啊。可能有的这个我们同学们，上这个听别的那个老师讲课的会讲的，就是比较含糊一点，就是说不知道，哎，讲的不是这么详细。我们大家先要掌握这个基础的知识，是不是先了解我们为什么石头要这样画，我们的树为什么要这样去画，对不对？先要了解这一些，了解了以后，我们再去画的时候，不管是画呀、自己创作呀，还是临摹，是不是你心里就有数，就不像那么糊涂啊？一定先清楚，自己先清楚，是不是？你看，树分4枝啊，同学们看，我画一个小树，大家看一下这个枝干，它什么？它遮挡主干，它在主干的前面啊，大家看一下，它在主干的前面，这就是我们讲的前枝，是不是？前面的树枝，这是后面的树枝，你看，这在我们的主干的后面，哎，这就是后面的树枝，然后左，你看左右，把我们的树的前后左右，我们先把它画出来，画出来以后，它就是个完整的、有立体的一个树形，对不对？不要画成平面的。有的同学说，哦，我们这个说国画和我们的西画不一样啊，西画画的特别真实、特别立体，我们国画来说就是个平面，不是的。哎，我们靠的同学们，刚才我们讲到了笔墨，哎，我们用笔墨把它的空间关系我们处理出来。你看前面的小树枝，我是用重一点的墨，然后左边右面呢，哎，稍微再淡一点的墨，到后面我画后面的树枝的时候，我就用什么？哎，用淡墨我去画。你看，很自然的，根据什么？我们常讲近实远虚，是不是？哎，这就把我们的树的这种树杈的前后关系，我们就把它画出来，就能把它表现出来。靠什么？靠我们的墨，是不是？哎，了解了，是不是？我们了解了啊，树的前后左右4个出枝方向，它有什么呀？叶子，大家看，我们叶子怎么去？它跟着啊，也是根据我们叶子的不同，要分的夹叶儿，还有什么点叶2种不同的叶子的处理方法。夹叶呢又分圆形、三角形、枫叶形、元宝形、芥字形、各字形，哎，不同的叶子。很多种，我只讲了其中的一种啊，其中的一种。很多种，哎，双钩的叶子也是啊，很多种。我们先简单的啊，我们先画简单的这种圆形的，哎，圆形的叶子为主。双钩啊，我们这种叶子叫什么？双钩夹叶。同学们，哎，先记住啊，这种叫双钩夹叶树。再有一种，你看，哎，我们再来一种，哎，我再画一棵。这种树，哎，不是以双钩了啊，用什么？哎，用墨骨点叶。
我用蘑菇点页法，两种不同的树叶的出的方法。我点页，你看啊，点页的时候来看，来。大家看我这个笔中的墨有什么变化啊？大家看，我们点这个数的时候，是不是刚才我们讲过这种用墨的方法叫什么方法？同学们，哎，我们再想一下，刚才我们老师讲过了啊。来，同学们想一下，我们刚才讲过这种墨的方法，对，你看一笔墨，对不对？好，开始啊。完了以后，我们需要看篱笆墙，是不是？我先画了篱笆墙，篱笆墙的后面，来，篱笆墙的后面，我们去增加一些点景的，先安排前面吧。哎，前面我们画一组，来，画一个很少用的啊。我们经常画什么？哎，这种比较整齐的这种房屋，大家看一下，我们今天画一个。大家看，这种小房屋，对，是房子啊。它和我们画的那种，哎，我们分什么瓦房，是不是？哎，茅草屋，对，你看，今天画的是一个茅草屋。你看是不是这样的？有一些乡野情趣。不是啊，大家记住，这个茅草屋，同学们记住它的用笔啊。他画这个茅草顶的时候啊，它的用笔是什么？哎，是虚入，是不是？虚入实收是这样的。来，看，我们再画一组啊。画这个房屋的时候，同学们注意，哎，我们画这个房屋的时候，不要画成什么，尽量不要画成是一间的，哎，要什么多画一点。它的这个用笔呢，你看啊，大家看是不是？哎，虚入实收啊，哎，它的线是上面是虚线，下边呢是实线，你看，虚笔实笔收，虚笔入实笔收，对，虚入实收，有轻道重，对对对，你看，我发觉同学们都是啊，
都很会总结。你看，哎，下边画了房顶儿，下边什么？窗户侧面结构，哎，你看它的结构是什么？房顶、侧面山墙、正面墙面就可以啊，三个面画出来就可以。哎，好，你看是不是？哎，虚入实收，侧面结构来。其实我们简单的画这个建筑的时候，就想象我们画什么呀？就和我们其实搭积木是一样的。比如说我们搭积木，小时候都玩过这个积木，是不是？也都见过这积木。你看它的这个房屋结构，其实是各种不同的这个几何形，把它组合在一起就是可以，是不是？你比如说我们房顶呢，平行四边形，侧面呢是个三角形，下边呢是个长方形，是不是？哎，这几个几何体我们组合在一起就是个房屋，是不是？哎，我们把它简化，不要想的太复杂。有的同学就是想象的有点太复杂，就是哎呀，老师这个房屋怎么画呀？这个结构这么复杂，是不是？哎，不用，把它想画。你看就是比如说画什么呀？你不画这个，就见过这积木，你搭个积木你就知道。哎，就这三角形、长方形、圆形，是不是？几种形状，把它搭在一起就可以。啊，你看这个房屋了啊，平台的地方，有的同学就说，哎，我们在这地方，你看画什么呀？我们画个亭子的话啊，我们看画个什么？同学们可以说一下，我们这个平台啊，高台的地方，我们画个亭子的话，画个这个茅草亭，还是画个平常的亭子啊，比较合适？同学们可以想一下，我们觉得这地方画个什么样的亭子合适？同学们，大家可以啊，可以和老师一起啊，我们可以一起画。来，我们想一下，茅草亭，对，看，哎，前面我们画的是茅草屋，是不是？哎，我们可以上面也画个茅草亭，来，三角形，来，还是啊，同学们，你看它的用笔，虚入实收，虚入实收。好，哎，画个小草亭。
哎，这边我们加一棵小树，加一棵小树，啊，你看，完了以后啊，大家看我们中间这个地方是不是？哎，这是什么呀？这是个小溪流、小河，是不是？大家看，我们这个小桥上面啊，不是小桥是吧？小河上面啊，我们架桥的话，你说同学们可以想一下，我们架木桥合适还是架石板桥合适？可以可以，我们可以画个小人，但是这个小人不能画的太大了啊，因为这个亭子画的就小，是不是？哎，要根据比例，我们小亭这个小人物要画的小一点，不要画的太大。对，你看，因为什么？你看前面是什么茅草屋、小茅草亭，是不是？哎，这个地方适合画一个小的木桥。过来，两宽一窄，是不是？哎，两宽一窄，大家记住啊，画我们的小木桥的时候，是不是？哎，三条线就可以。好，我上面大家看，哎，我加一个，好，来看一下，我们上面啊挑一个什么？看，在我们的小茅草房上面挑一个小揪晃。加个人物，我们小亭的地方太小了啊，我们不在这个地方哎加小人物了啊，我们在这个水上吧，我们在水面上加一个吧，你看，哎，中间你看这是水面，我们在上加个小人物，哎，还有大家比较喜欢的，你看。是不是？我们可以啊，因为这个高台来说啊，我们画个钓鱼的吧，有点太高，是不是？哎，我们在湖面上，哎，我们这样画一个，你看，就比我们在这个高台上，好，是不是比我们高台上要这样要舒服很多？好，看，我画一个，来河上一个小渔船钓鱼，是不是？就觉得啊，是不是比我们要上面你要去钓鱼的话，是不是有点太高？哎，我们在这个河面上，在水面上，我们画一个渔船，这样去钓鱼，是不是？我们也是啊，我们构图之前，哎，一定要也想象什么适合，哎，什么地方适合什么样的边景的东西。来，我加一些小树，
你看小树丛的画法，我们讲过是不是？一横一竖，一竖一横就是我们的小树的画法。它的主要你看啊，画的小树的主要什么呀？主要注意它的树形要高低错落有变化。好。是不是？虽然看我们点那个小树也是啊，它每一棵小树它的墨色都是不一样的。就是刚才我们讲，为什么一直强调我们什么用墨、用笔、用墨，要注意墨的变化。我们小树丛，你看这么的，哎，很多小树组在一起，你如果是一个墨色的话，它分不出什么，分不出前后来。你就靠什么？就得靠我们的墨的这种浓淡变化，去把它的前后关系、前后层次把它体现出来，是不是？对，你看，是不是？哎，我们可以啊，是不是？钓完鱼以后，哎，把船放到岸边，是不是？就可以上这个94里边我们画的，是不是？小茅草房有个幌子，哎，就可以上里边找朋友聊天也可以。所以我们中国画就是说很多什么都是以写意为主，就是写这个，哎，生活状态为主，很自由。你看我们画中国画为什么讲究的要自由发挥？不是说老师讲的啊，就是你这构图就得会老师画的就一模一样的，因为什么？老师教给大家就是什么各种技法，学会了这些技法以后，我们可以自由发挥。有的同学，很多同学就是说，在我们的这个画完那个作品以后，哎，老师我能不能加一些这个别的点景呢？是不是？我就说可以，同学们，哎，老师教给大家的都是什么？哎，都是各种技法，用笔呀，用墨呀，画山石怎么画结构啊，画树怎么去画呀，然后同学可以自己想要，哎，画成什么样，我们就可以按自己的想法去构图，都是可以的，是不是？都是可以的啊。好，来看啊，基本上，哎，我们的墨稿这样起码就算完成啊。欢迎朋友们啊，大家上午好。上午直播就开始了啊，我们把我们的小赞赞可以点一点。欢迎朋友们走进直播间啊。来，我们上午的开始直播。好，我们今天啊是前2天我们画的一个4尺整张的一个水墨作品。我们上午呢把它今天着个颜色。我们后面着色的部分，同学们也是啊，墨稿完成以后，着色部分也是很关键，就是我们调颜色，比如说想表现什么季节，哎，需要什么颜色，就把它表现出来。
来，上色之前也是啊，我们在这个墨稿这放了2天以后，让它干透了以后，我们去着的颜色。有的同学就特别着急上颜色，画完墨稿以后，那个墨色还没有干就开始着色，所以有的地方啊，比如树木是不是还有点景的都糊在了一起，所以说一定要注意我们这个上色的时候。看一下墨稿部分干到什么程度，我们再去着色。还是啊，我们今天着个来夏天的颜色啊，我们着个夏天的颜色。它也是我们只要是我们后面有什么覆盖的颜色的话，都要做什么打底。打底的时候也是，我们先什么？先把我们点景部分。有的同学我看了啊，很多这个我们点评的同学都是画完以后自己就着了颜色，着的也很好。有的着成什么颜色，有的上成春天的，有上成这个夏天的，都是根据自己，我喜欢春天，喜欢夏天，根据不同的个人喜好去着色。这就是我们掌握什么？掌握了技法以后，是不是我们可以，自己想要的颜色，我喜欢的颜色，我就可以按我的想法去处理画面。点景的地方，看，我们点景的地方，先把这个颜色上去。像我们的篱笆墙，同学们，篱笆墙上的时候吧，我们尽量什么不要平涂，浮勾去啊，浮勾一下它的结构。还注意什么？小草房，这个小草房的颜色不要什么，不要太跳。你看，我们这个赭石里边稍让它加点什么？加一点淡墨，这样我们的颜色，你看和我们这个茅草房就能显在一起。你不要说上的那种淡的那种赭石色，是不是它就显得特别燥？还注意我们上色的时候，留白。我们点景的这个颜色，尽量呢不要平涂。它的结构线，你看结构线用赭石浮勾。我们把什么？把这个茅草的这个结构染了以后，下面这个墙面就用赭石浮勾一下就可以。这样一看，我们的小房屋是不是特别干净？小乔过来，大家看啊，这个颜色大家注意看，我们这个茅草坪和前面的茅草屋的颜色一定要什么？呼应，不能说差的太多，它的颜色。尽量我们在什么，在点景的上面啊，比如说我们建筑啊、小桥啊，这个颜色不要用的太亮，是不是？下面我们上完了啊，先把什么？先把我们点景的这些，先把的颜色上以后，我们再上什么？后面啊，就上我们山石的部分。我们记住什么呀？记住上色的
它的先后顺序，就是说，哎，我们可以把它分成什么？哎，1、2、3、4，是不是？哎，我们可以按这个顺序，我们去着色。比如说，我们先设置第一遍，我上什么颜色？这样我们在上色的时候，你就不会什么，不会乱。你看，我们第一遍先上什么啊？哎，先上赭石。哎，现在是赭石的颜色，大家看。大家记住什么呀？哎，我们第一遍的颜色，它上在，大家注意看，我们上在了山石的它的什么结构上？哎，我们看一下，我们这是大家看，先要分清，哎，我们这边的颜色它的位置在什么地方？是不是？先上在山石的什么部位？这是我们前面啊，前面我们课里边画的这个墨稿，然后我们今天呢，把这个着色部分把它完成。大家先看我们这个画的这个皴法，我们讲过了这个山石的不同的皴法表现，以线为主的是什么皴？以块面结构的是什么皴法？在我们这个山石的基础课里边，还有什么？我们的这个直播课里边也讲过很多。哎，大家先看啊，先看我们的今天这一幅作品，就是说我们学会了啊，学会了，我了解了各种的皴法，然后在欣赏作品的时候，比如说我们的直播的作品，或者说我们到什么到展览的时候，看这些名画啦、古画的时候，哎，每一幅画家他擅长的皴法都有不同。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的啊，大家能不能看出来？我们今天的一个作品，墨稿的作品，我们是以什么皴法为主的？有没有同学能看出来？看出来，我们可以扣在什么？扣到公屏上啊！哎，我们看一下，哎，学了这些技法了以后，我了解了各种皴法，我在欣赏作品的时候，一看就知道，哎，这幅作品，我是这个画家是用什么技法把它表现出来的，以什么皴法为主的。到时候我们临摹的时候就不会什么，就不会出现什么不知道怎么皴呢？用什么皴法去把它表现？我先了解，先看，第一眼我先看这个画家，他擅长的是什么皴法？对，是不是？哎，披麻皴，这样我们再去，比如说我们到什么？你到这个展览的时候，比如说有这个作品展览呀，或者说我们名画展览呀，哎，再去欣赏的时候，我一看这个画家他的皴法，比如说披麻皴，长披麻、短披麻，对不对？一看这是什么？哎，这是我们讲什么？江南，表现江南的那种景致。好，大家注意看，我们画什么呀？
远山的时候上色，因为我们远山下边这个都是什么呀？哎，云雾的地方，我们需要把它虚下来。所以把它打湿一下，啊，哎，用清水啊，把它打湿一下。我们这样才去染颜色的时候，很自然的就能过渡过来，就不会出现什么呀？哎，出现那种比较明显的笔痕。这是在什么？在山峰的暗部，我去上这时。大家先记住，哎，我们第一步上什么颜色？分开它是不是？哎，不要乱，分开它的先后顺序。好，记下来，大家看，这样我们去画远山下边的颜色。湿了以后，它打湿了以后，你看它的颜色过渡非常自然。你看这样很自然的虚下来，这时候表现什么云雾的地方。第一遍是不是？哎，我们记住啊，第一遍是折式，然后第二遍我们第二步来调一个什么藤黄、花青。调个浅绿色，这个浅绿色让它花青多一点，藤黄少一点。在什么？在我们留白的地方，来看，就在我们留白的地方去上。这是我们的第二步啊，第一步我们折实，第二步在留白的地方上浅绿色。加叶数，同学们看，加叶数的部分也是啊，你先什么？先要打个底色，也是用这个浅绿色，这样去点一下。顶部浅绿色，平台。平台的时候，我们要让它有什么颜色的过渡？怎么去过渡？大家看，我先什么上了颜色以后，我用清水把什么把我们的上的颜色把它凿开。整体的颜色，大家注意看，平台的整体颜色是什么？近处的颜色深一点，向远处的时候越来越淡。好，上面的这个高台也是啊，也按我们
前面平台的着色方法，这是一层，后边再一层，上完颜色，清水，你看，把它扫开。这第二步。远山让它用什么？用花青、淡花青去染。我们不要什么？远山的时候我们不要加绿色。好，来看一下远山，我用什么？淡淡的花青。大家看我们的花青里边，一定要分清啊。花青的时候我们会用什么？有时候用什么墨青色去染。花青里边我们不加啊，我们今天的颜色里边没有加淡墨。对不对？没有加淡墨，我先把远山用淡的花青和赭石染一下。大家看啊，我们上的颜色，来看我们这个绿色和什么颜色不同啊？和我们画春天的颜色有什么区别？你看，它整体的绿色是不是偏一点什么呀，同学们？偏一点，是不是偏一点深的颜色？它的绿色，大家看这个绿色，同学们。对，不加墨是不加墨的啊，同学们，大家看啊，这个绿色，大家注意看，这个绿色比我们的它的藤黄是不是加的多还是少？我们讲过它的颜色藤黄和花青的比例，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一点。今天看我们这个绿色，对比一下，你看。我们看一下多还是少？你看，这是一种绿色，你看，大家再看我们这个前面上的这个绿色，先注意它的比例藤黄的和花青的比例，大家看这个里边我们藤黄多还是少？少，是不是？哎，一定要注意它的颜色我们比如说上春天和夏天的颜色区别在哪？就是我们打底色的时候，它这个绿色，你看藤黄要少一点，是不是？哎，对，山的藤黄要少一点，这样它的绿色发什么呀？发一些暗的颜色。画春天的时候，它的绿色藤黄就要多一点。就是说，不同的，两个颜色虽然是藤黄和这个花青，但是根据它的比例调和，会产生不同的绿色变化，是不是？我们的国画来说，颜色用的不多，今天的颜色也是藤黄，是不是？藤黄花青赭石，但是它调出来的绿色也是很多变化。我们加叶树也是，你看，先打个底色，好，平台，你看
这个颜色啊，打湿了以后，渗湿，哎，我就把它什么呀，过渡一下，大家看一下，这种染色的方法，在我们的里边讲什么？你看，它有个自然的过渡。这个颜色我们要什么？要趁湿去染。你不要说干了以后，你再去它去什么？你去处理，要趁湿的时候你去处理就可以。这个方法同学们叫什么？分染。哎，同学们可以啊，我们把这个上次的方法我们记一下，同学们是不是叫什么分染？大家可以把分染对公屏上记一下啊。对，我们画出它的用过渡啊，需要用对我们的水分去做一个链接。大家可以把我们这个分染两个字啊，我们可以打在公屏上，我们记一下。就是说我们需要什么平台的地方，你需要什么？需要它的颜色有深浅过渡，就要用上这种分染的方法。同学们可以把这个分染两个字，我们可以投在公屏上。这是大家知道，在我们的还有一种绘画对这个画种里面也经常会用到，大家知道是什么吗？朋友们，分染也是我们经常画另外一种画种我们会用到的。有没有朋友知道？我们有的朋友可能平时，哎，对，你看我们榴莲答对了，工笔，对，工笔里面经常要用到分染啊。我们画山水的小写意也要对，也会用到啊。所以说我们绘画也是什么相通的，对不对？哎，所以说你掌握了这种技法，你在画工笔的时候也会用到。哎，我们画小写也会用到。哎，你看啊，我们第一遍是不是赭石？第二遍我们上了浅绿色，然后第三遍我们调个绿色。这个绿色什么？以三绿为主，三绿加一点什么呀？你看会用到什么？花青，三绿花青，再加一点白色，稍加一点白色。来看，这个是我们上这个颜色啊，这是第三遍的颜色。来，来看，现在我们上的啊，来，来上的颜色在什么呀？大家注意看，我们在什么位置啊？第三遍的颜色。好，来看，我这个颜色啊，是第三遍的颜色，我们上在，大家注意看，它的位置在什么地方？朋友们，一定要记住它的位置不同。哎，大家看，我现在这个位置啊，上颜色的位置在什么地方？在山石的什么位置？是不是？大家注意看，山石的阳面是不是也是啊？也是顶部位置，对不对？哎，顶部位置。上色也是要注意它的什么？哎，它的位置是什么地方？这样我们上的时候，你就不会什么？不会乱。有的颜色，同学们上的颜色有没有出现什么错误？就是说特别花，是不是没有一个整体的色调？比如说我们画什么？画夏天，对不对？
你就要有一个什么深一点的绿色为主调，然后相加一些什么花青啊，或者是三青啊，是这个颜色。如果我们上春天的颜色，你要什么？要以三绿为主，就是说比较嫩的那种绿色为基调，然后再调节一些这个藤黄的颜色、赭石的颜色，是不是？还有什么三青的颜色？它都有一个什么整体的画面，都有一个主色调在里面。看，好，我们在山顶上完这个颜色，大家记住啊，我们已经上了，这是第几步，同学们？我们把颜色上色我们分成，是不是？分出它几个步骤来。我们现在同学们能不能开始看到老师上色的？是不是？我们从开始啊，上色的部分，同学能不能记住？现在我们上的一个颜色是第几步？一定要把它上色的步骤我们先记住。对，是不是？有的同学啊，是不是一直在看我们的这个直播？你看就知道老师上的是第几步，第一步是什么，第二步是什么，是不是？这样我们上色的时候就是什么？一个是心里知道颜色的它的关系，暖色调、冷色调，是不是？然后它的覆盖、打底。远山是不是？我们现在啊，远山也是用什么？用颜色把它画出来。大家注意看，我们画远山的时候，常用的那颜色是什么颜色？花青加什么？同学们有没有知道的？我们画远山还有什么呀？还有点叶子的时候，都会用到一个颜色，有花青。大家记住，但是呢，花青里边我们加什么？同学们，花青里边，大家看我们什么？先听老师讲，这个颜色叫什么？墨青色。你看，这种墨青色，对，你看是不是？花青里边要加一点什么淡墨。大家注意看，它会用在什么地方？这个颜色也是在我们的，不管是什么浅江也好，小青绿也好，还有什么雪景啊、春天的景啊、夏天的景啊，还有什么还有秋天、冬天都会用到的一种颜色。大家看这个颜色，在我们的画面上经常会用到，点在什么颜色？点在什么位置啊？什么位置上用这个颜色用的多？大家看，这个颜色也是，是不是？大家看一下，我们什么地方用这个颜色用的都比较多啊？这个墨青的颜色，大家看，我点的这个位置啊，点在我们画面什么地方用的多？大家看一下，能看出来吗，同学们？大家看，这是什么？对，在我们的树叶的部分，是不是？在树叶的部分，它用的比较多，是不是？所以记住，
我们这个墨青色用在什么地方？第一个树叶是不是？然后大家看，还是这个颜色。花青，我再加点淡墨，来，还是调这个颜色。好，来看，还是墨青色，来。来看，还有什么地方用到了？来看我们这个墨青色啊，还用到了画。你看现在能不能看出来老师现在画的是什么？同学们，哎，看我们现在处理的是什么？远山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哎，我们远山也会用到，但是这个颜色啊，我们画远山的时候，大家注意看，来，注意看，它和我们的叶子的颜色有什么区别？大家注意看，它的颜色有什么区别？我们常讲什么？同学们，常讲近实远虚，是不是？对，哎，你看同学们说的啊，远山要淡，是不是？我们点叶子的时候，因为什么？它的墨色是重的，所以说我们点颜色也要深一点。到了我们远山的时候，哎，同学们好，同学们好。到了远山的时候，它因为是我们画面上相对来说，是不是？哎，比较远、比较虚的这个景致，所以说我们画远山的时候，一定要把它的颜色呢处理的要淡一点，对，对不对？哎，又要比叶子的颜色要淡，是不是？来，所以说我们记住，墨的也分什么？哎，浓淡、干湿，颜色呢也会分深浅变化。哎，不是说我们上颜色，就是说从这个你近景、中景到远景，都是一个颜色过渡过去，是不是？它肯定也是根据我们的近实远虚这样的，哎，这样的这个透视关系去处理的。对，墨分五彩，颜色也是，它也分什么浓淡，是不是？来看，还是这个墨青色，还是墨青色，我还画在什么地方？看，来，大家看我们现在上色的这一部分是什么地方？来，看，大家看这个地方是我们的景致的什么部分？也是用什么呀？对，是不是？哎，水口的部分，同学们，是不是？水口的部分，它的着色也要什么呀？墨清细染一下。大家想一下，为什么我们看啊？为什么我们山石的地方都是颜色？为什么水口我要用这个深一点的颜色去染呢？大家想一下，为什么我们这个水口要用深颜色去染一下？对，瀑布的边缘，哎，我用深一点的这个墨青色，我去染它一下。对，突出水口，这是什么？同学们，这叫对，以黑衬白，以黑衬白。
这叫什么呀？两个字，同学们，对比，是不是？哎，对比两个字。我们画面都是什么？一个是什么？很多方面都是以对比凸显的啊。比如说，我们的什么？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山石的结构，大家注意看，山石的结构它也有对比，是吗？你比如说暗部的村多一点，亮部的村少一点，形成什么呀？明暗对比，是不是？哎，黑白对比，明暗对比，这是对比的一种方法。我们画面也是，就是说不同的景致，颜色的深浅对比呀，墨的浓淡对比呀。云雾是不是？云雾也是用这个淡淡的墨青色，把它染出来。你看，对，它都是什么？各种不同的颜色呀、墨色呀、线呀，去产生对比，形成强烈的这种这个对比氛围。来，你看，比如说啊，我们上的颜色，你这个水口的颜色，你两边的颜色越深，我们的水口是不是就越亮？比如说我们前面啊，这个点叶数和夹叶数的，你看，我把后面这个点叶数的墨青色我上的深一点，你看啊，上的深一点。然后呢，我前面这个夹叶数呢，我调的绿色，我把它调的亮一点，你看。大家注意看，我调的亮一点。这是不是也形成一个颜色的明暗对比？我把这个颜色我调的，看后边的墨青色我加的深一点，这个点叶数，我前面的夹叶数，你看我加一下藤黄，我绿色这个三绿里边，来我加一下藤黄，来挡住了，来看，我加一点藤黄，我把这颜色调的亮一点。你看，这样我们是不是形成颜色的强烈对比？这样就能分出我们的树的前后结构，一看就是我们的夹叶树，大家能不能看出来？大家能不能分出来？这样，我们不用说过多的什么呀，去渲染它，把这个颜色只要调出来两个一明一暗的颜色，大家就能分出来，是不是？大家看，这个就能分出什么呀？夹叶数是我们的前面一棵树，对不对？来，还有什么呀？来，我再这中间还有什么？我们这个树点叶数，我再调个亮颜色。大家看一下，我们中间这个点叶数的话，它只有什么小枯枝。大家看一下，比如说我们前面啊已经上了绿色，后面点叶数呢是墨青色。大家注意看，我们中间这棵树，我们点什么颜色比较好，比较明显？大家想象一下，
比如老师，我觉得上什么颜色才能显出这一棵小树来？我们想象一下，前面是绿色的，后边是墨青色。有的藤黄，对，有的时候朱标，有的藤黄，有的赭石。大家看一下，我们点什么颜色？你看，来，我先点一个什么？有的同学说是这个藤黄，不要夏天的同学们，这个粉红色，比如说画春天的时候，我们可以加什么粉红色，但是夏天的时候，对不对？我们不要点那个粉红色，可以点什么？大家看一下，来，我先点一个什么呀？点，来，我大家看一下啊，哎，我点一个黄色，你看显不显？大家看是不是黄色？大家看不看？看出来没有？是不是不明显？来，我再给大家点一个赭石。有的同学说赭石色可不可以？你看，哎，大家看赭石色明显不明显？来，有的同学说朱标色，大家来看，我再给大家点个朱标色。大家看一下，我们点上朱标的颜色以后，比我们前面的两个颜色，是不是？对，朱标的颜色要亮，所以说我们点的时候，你可以加个什么呀？加个朱标色，三青也可以，是不是？还三青的颜色也可以，只要它的颜色是不是凸显出来？这也是形成刚才我们同学讲的，是不是？哎，这也是对比，绿色衬托什么？墨青的衬托绿色，然后中间你加一个不同的颜色，亮的颜色，然后它的关系，你大家看，是不是？前面假叶树是第一个层次，你看，然后我们的朱标，哎，是第二个层次。后面的墨青就是我们的第三个层次，是不是？这样我们就把用颜色这样的亮暗对比，形成它的层次关系。你看，然后大家看这个韭黄，哎，我们这个韭黄呢，也是它后面呢是个什么？水面是白色的，我们韭黄，你看用什么颜色合适啊？哎，你看，我也用，哎，朱标画个是吧？哎，亮一点的这个朱标颜色，来，你看，这样的这个韭黄是不是？哎，特别的明显了就，哎，然后也是同学们想到的，你看，同学们就是，我觉得我们的同学啊，都非常的什么呀？非常聪明，都是什么举一反三。你看，它形成什么呀？和我们的点的周标数和什么这个产生一个呼应的颜色关系。好，来，我把小石块我们有一点调的赭石的颜色，我上到小石块上面。好，这个颜色，同学们，哎，这个颜色也可以什么
调整的时候也是趁它半干的时候，我们做什么？做颜色的调整。一定要注意它这个平台的侧面就立面结构，不要上别的颜色。好，来这看，然后我们山石上了3面颜色，是不是？来，我调一点蓝色。三青，来三青调一点三青色，三青里边加一什么？加一点太青蓝，稍加一点太青蓝，因为三青的颜色吧，哎，它有点什么比较暗一点，所以说我们加一点太青蓝以后，把它颜色调的稍微的亮一点。现在是我们画的还是14尺的啊。在什么呀？在小石块上，我们大的这个石块不用动它啊，在小的石块这个顶部加一点。哎，加一点淡蓝色，就是我们的花青啊，不是花青了，三青啊，三青。小的石块加一点，啊，远山也是啊，山顶的地方，我们这个古人讲这个着色方法也是啊，远山是不是？哎，远山看的时候，是吧？它的形制和颜色混同一体，就是一种什么灰蓝色。哎，这个颜色就是我们到大自然中去看真山，它也是这种感觉。我们近处的山石能看出它的什么绿色的植被呀，是不是？蓝色的、绿色的，它的不同的植被，哎，他们就用什么？用我们的很亮的颜色去把它表现出来。到了远山以后，都是那种是不是灰蒙蒙的？哎，它的颜色呢和它的山体，哎，混同一体。哎，就是灰色，就是说色调来说，它就是以灰色为主。我们也是啊，画这个水墨画，远山就是什么淡墨，是不是？它也是发什么？哎，发那种远处的灰黑色。哎，这个蓝色也是上一点点，不要上的太多。它只是起个调节作用。比如说我整个画面是不是？哎，以绿色为主，比较单调，我们可以什么丰富我们的画面，加一点三青的颜色。平台，来，我平台的颜色啊，让它亮一点。区别于什么？区别于我们的石头的颜色。三青，不是三青了啊，三绿，三绿加一点橙黄。你看，这是我们的石头的颜色，是不是？哎，我们在平台来一点，你看。
大家看是不是我们运用了啊？刚才我们讲的，我看大家能不能记住，我们刚才讲了平台的设色方法，我们叫什么方法啊？同学们有知道的？我们什么画工笔也会用到这种上色的方法。来看，哎，来我们复习一下我们刚才讲过的知识点。来，对，你看，同学们就是啊，都能记住，一定要记住我们上色的时候，需要勾染的，什么地方需要勾染，什么需要分染，什么时候需要这个平涂，什么需要点彩，都有区别。比如说我们夹叶树的时候会用到什么方法？同学们，勾完夹叶树的点色的方法也是不一样的，和我们的画山石的点这个上色方法也不一样。你看，它是什么？在我们的夹叶树的这个结构线里边，我去上色。我们在这前面的着色的方法也讲过，是不是？它的着色方法，这些都是课里的内容。对。我在山顶的地方，山石顶部加一点淡淡的绿色，来。大家能不能记得啊？现在老师这个颜色，我看能不能有的同学注意了，老师上色的这是第几遍的啊？第几次上色了？我们山石有没有同学能记得老师这是上的第几遍颜色？我看同学们能不能记住啊？是不是同学都忘了老师上的是第几遍颜色？我们不是开始讲的时候，我们上色分出什么？1、2、3，是不是？那么它的上色分出它的步骤来。第一遍什么？第二遍、第三遍、第四遍，我分出它这个，分出它1、2、3，这样我们就好记了。我们这个画面啊，这个很多地方都需要去调整的地方。看我们刚才的什么用什么？用墨青色，是不是？点叶的部分画什么？远山、瀑布，还有个地方来看，也会用到这个颜色。来看一下，来还是这个墨青色，大家看，我在什么地方？你看，在水面上。来看一下，这是我们画的什么？来，我用什么？用这个墨青色，我沿着石头的下边，我勾一些横线。大家看，这个横线是不是代表了什么呀？哪一点？对，看代表了我们的水纹，我们就用什么？就不用这个墨线去勾了，我直接用这个颜色去勾出来。去勾出来，来，也是啊，它的颜色位置在什么？在我们山脚的地方，是不是？靠近水面的地方，来一点。对，你看，有的就知道啊，我们这个什么水纹，是不是勾水纹？
你看我刚说勾水纹，同学就知道了，长短不一，是不是？这是我们勾水纹的一定要记住的这个知识点。比如说勾什么勾墨线的时候，也要注意什么？勾结水纹的时候要什么长短不一，不能说画成什么画成齐的啊，就是你这条线是不是长短一样？一定要有长短的变化。为什么我们追求画面一定要？一个是我们的用墨的时候要追求变化，用线的时候也要有变化。为什么就是看的画，有的画就是看，比如说我们看什么呀？开始临摹的时候，同学们会临摹芥子园，是不是？为什么同学们觉得芥子园里边的作品，它有什么感觉？是不是和我们画这个有什么不同的地方？大家能不能想到？比如都临摹过芥子园没有？同学们临摹的同学们可以扣个一啊。有没有同学临摹芥子园？我们可以扣个一。有的老师我临摹过芥子园，我们就扣个一，我看有多少同学临摹过芥子园。这是我们开始学画的时候，好像都是由这个入手的，是不是？对，你看，有的同学就发觉了，它什么？它不是这个没有什么立体，是不是？它因为是木刻水印的，它的墨色只有一种墨色，是不是？都是一种比较重的墨，所以说看它的画面都是一种平的、单调的，是不是？所以说，我们开始学的时候，可以什么学它的里边的基础的构图，比如说它的山石啊、树木的构图，它的形是很好的，但是它里边缺少是我们的笔墨变化，是不是？哎，缺少笔墨变化，所以开始学的时候，不要走这个误区，一定要开始学的时候，一定要把什么我们的笔呢，重要什么？粗细、提摁、转折。线的变化，然后就是墨的浓淡干湿焦，它的层次变化。你这样去对比的时候，你们再去画的时候，是不是？你比如说，你再去临摹，不要按它的什么，不要按它的墨去那个去表现，是按我们的现在跟着老师学的它的墨的层次变化，你再去临他的作品，你就感觉出来，它就和我们的第一个印象就是不一样的。一定要有什么？我们画中国画来说，我们常讲，哎，我们前里面老师也是讲过什么？哎，虚实有致，空间而自生，就是这个意思。你有了什么？你有了墨色的浓淡干湿的变化，它的空间在我们的平面上就会产生。我们常讲什么？哎，这个几十里就是说咫尺千里。哎，在这小的空间里边，哎，我们构造哎不同的远近关系，靠的什么？就是靠我们的墨的这种变化，是不是？你墨的有了浓淡的变化，才会产生什么远近的变化。对，空间感，你看，就比如我们今天的作品来说，哎，是个4尺的，但是能感觉出来，它肯定不是说我们感觉的4里地啊、5里地啊，是不是？人感觉几十里地就出去了，因为什么？有近景的部分，我们开去看的时候，到中景，到远景，再到远山，是不是？能不能感觉来？它有几十里的，哎，再我们去想象的话，到后面还有更远的远山。几百里都能把它表现出来，靠的什么？就靠着它的墨色的层次变化把它表现出来的。中国画来说讲究笔墨，它和我们西方画还是区别的，在什么地方？颜色。西方是写实为主，我们中国画是写意为主。你可以想象，特别靠我们的这个想象力去发挥。好，我们在点页的部分。加一下，好，看下边啊，比如说可以，这个地方我们不是用颜色勾的水纹，是不是？
可不可以用墨线呢？也可以啊。我们开始期末稿的时候也可以用墨线勾，到后面也是要用什么？要用墨青色，你去把水纹去渲染出来。啊，好的啊，这样我们也是啊，上完颜色以后，你看我们需要调整的颜色也是啊，因为我们湿的时候，你的颜色可能说要稍微的深一点，但是干了以后，它的颜色会什么？哎，要淡一个色阶。比如说现在我们的颜色深，对不对？干了以后，它会比现在的颜色要浅一两个色阶下来。所以说，我们可以等它干了以后，整个画面，哎，干透了以后，觉得我们颜色不够的地方，是不是？我们可以在后期的去调整。就是我们上色不是说，一遍上成的啊，也是到后边可以覆盖，对不对？可以覆盖2遍、3遍颜色都是可以的。但是大家记住啊，我们上色的时候，比如说我们后边覆盖颜色的时候，也要注意什么？颜色不要上的深，是吧？不要太深啊，因为要上的时候要淡淡的，一点一点的去上，对不对？淡淡的去上。不能过，可以说颜色你可以说欠缺一点，但是不能过，过了以后它没法调整。我们颜色淡了可以调整，你深的颜色你没法调整了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上色以淡为主，可以多上几遍。你看我们看这个，大家知道我们的什么最著名的这个？你别说这，不是比较著名的这个《千里江山图》，你看它的颜色是不是特别鲜艳？保存了这都上千年，它的颜色还那么鲜艳。它什么颜色就不是一遍上出来的，上了很多遍。